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只要差了，身子就会弱。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厉害的方法，把大家的脾胃给它调动起来，让大家脾胃强强壮壮的，今年过一个好年。咱们很多朋友不知道一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有名，来自于道家，叫做司秒现丹。啥叫司秒现丹呢？传说在这个贞观年间，那么李世民呢，当时刚刚的登基不久，他整个大盘还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突然这个突厥一下子背叛他，然后导致了整个人就是投入了大量的国力进去包括钱精力物力全部进去的。那么时间一长，慢慢的他感觉这个事情自己吃了很多的亏，大盘还不稳定，那么茶不思饭不想，导致了自己脾胃落下了一些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找了很多的人这个有御医过来献方法包括给他喝苦苦的水他还是不行他每天就感觉到嘴巴里面苦，然后这个肚子当中不断的泛酸水，而且里面出来的都是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然后每天看着这些菜他也不想吃，最后没有办法了。长孙无忌他当时提出来，就是满城贴皇榜贴公告，最后这个皇榜公告给撕下来的呢，就是孙思邈。孙思邈一来，直接怎么样？接了皇榜进宫，然后呢，司秒现丹也因此出名。当时讲的是什么呢？叫做8个字，叫做四辰开道，君王入门。啥叫四辰开道？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认为脾胃不好是吃进去的，孙思邈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我们脾胃不好是集中在我们的肚子上，所以呢，我们需要4位大臣把这个肚子上面的4条线给它拨开来，然后才能迎接这个君王入门。什么叫君王入门呢？就是一个丹把它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叫做君王入门。它只要一入门，就能把我们里面肚子当中的这些不好的，比如说小寒小风小湿同学全部赶跑。好了，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方法逐节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呢，我们先讲四辰开道。四辰开道讲的是哪里呢？叫做上3下2，左右各4我们先找到我们的肚脐。这个肚脐呢，我们用一个泡沫代替一下肚脐。你看上3是什么意思？上面3指这个泡沫在这里往上3指肚脐往上3指。那么找着它以后，我们先人往后仰，你躺着都可以，你千万别这么做，人要往后仰着来左右拨。在拨着拨着呢，会发现里面有一根大绳子这个大绳子有点像钉子一样，把它解开，我们就这样转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特别的疼，而且有很多朋友转着转着就开始打嗝了，这就对了。这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小钉子给它拔除，让我们的君王能够更好的入门。其实在唐朝之前呢，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都是从什么叫做不好的从口入，但是我们同样的能把好的东西苦苦的水这些精华从口也能进去，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压住。但是从孙思邈讲完这句话以后，叫做君王入门这句话以后，慢慢的后面的人思路就打开了，说原来好的东西也能从我们的肚脐往里面进。为什么？肚脐被称之为叫神阙，也被称之为叫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的一扇门，好的东西都从这个小袋子里面进去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从肚脐当中，我们也可以放一些好的东西进去，那么肚脐它也能像嘴巴一样把东西直接送到我们脾大宝胃大宝当中，而且还是一个捷径，走得更快。那么我们上3转上一个20下到30下，下2是什么呢？肚脐往下2指，2指的距离，你看我们中指的距离，找到肚脐往下2指你看肚脐往下2指，中指的距离来转。人一定要往后仰，把它转上一个20下到30下。你在拨的时候，一定能拨到一个小小的钉子，把它转开。好，这个叫做下2，因为时间有关系，我们做快一些咱们自己做的话，就30下就行。来，左右各4是啥意思呢？你看，同样是找到我们的肚脐然后来用我们的手指指住它，指着它以后呢，我们手指放下来，1、2、3、4，小拇指的位置，左右各4，转开来。这叫四辰开道。四辰开道，开完道以后，我们就要请君王入门。这个以前道家它有个传统你知道道家在很早之前呢，它是流行这个丹法，他们喜欢去念做这个丹。那孙思邈呢，他其实走的也是这个道，叫丹道。所以呢，当时呢，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小丸子，这个小丸子黑不溜秋的，但是看起来以后它这个味道特别的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这个小丸子是啥呢？后面人才知道，里面包含3种东西。咱们现在叫做君王，它里面3种东西是哪3种？
一个叫做艾草，一个叫做桂圆，一个叫做花椒。你看这3样在我们现在日常当中都很常见，但是在以前啊，绝对就是一些非常稀缺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艾绒，咱们要选择伏流山的艾，这个艾绒还要经常对着太阳，所以这个艾绒啊就很难。再加上桂圆，咱们要广西博白的桂圆，花椒四川的花椒。你看看以前的人，你如果没有游历的经验，你怎么把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得到太容易了，人人家里面几乎都有。我教大家怎么去做，你把这3样，艾绒1小撮，花椒6到7颗，再加上桂圆肉1颗，你把它放在研磨罐里面，把它捣碎。捣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就这个小丸子就行了。把它每天晚上就放在肚脐当中，脚底呢，你放在哪里呢？放在涌泉。脚底的涌泉放上去以后，我们实操以后啊，非常的好。涌泉是哪里呢？我们肾大宝、肾经的一个出发点，就把它放在这儿。你把它放在这儿以后，它就能顺着我们的肾大宝的这条线往上窜。冬天是冬藏啊，很多人上热下寒，一定要放在脚底啊。晚上睡觉时候，肚脐1颗。脚底各1颗，用完以后你会发现1个月左右，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这个方法是非常的好，咱们每个人一定要去用一用，特别是脾大宝不开心、胃大宝不开心的，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在里面就行。然后很多朋友说啊，老师，哎呀，你讲的这个方法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做啊，我自己动手能力也不强，怎么办呢？大家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师门很早之前就为大家去研究这个肚脐贴，而且这个肚脐贴是实实在在的，真的是帮助不少人，很多人竖出了大拇指。大家好，我是大伟。湿气和寒气重的人啊，是能够看出来的，而且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他自己都不用看，他自己知道，因为已经被缠了5年10年，手机一打开一刷视频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有很多人每个方法都尝试，却找不到真东西。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真正的好方法，而这个好方法呢，来自于道家，叫做养火功。什么叫做火呢？你记住啊，它不是我们里面的这些小火苗，而这个火它是专门对付这个湿和这个寒的。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啊都看过一些香港的一些电视剧，包括金庸的一些电视剧，你会发现这些内功的高手啊，他通常这么一做一运功，上面头上后背都会发热出汗，额头冒烟啊，这种呢都是电视剧当中的夸张。但是今天在咱们视频当中，我教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或许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能让你感觉得到你的这些小湿小寒慢慢的从体内排出去，而且不需要多长时间，咱们只需要1分钟到2分钟，你就会发热出汗。如果说你跟着我做了，你发热了，你出汗了，你感觉到这种感觉了，那么请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这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么好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啊，以免以后找不到了。这个动作啊是可以受益终身的，咱们以后一直都可以去练的。好了，我们现在呢来开始讲动作。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手掌中间啊就有2个活口啊，手掌中间这个就是劳宫的位置啊，我们把这2个画上一个小圆。这2个小圆我们把它画好了以后，你记住左手为天，右手为地，无论男女都要把手怎么样，左手在上，右手朝下，然后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胸前，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肚脐上方，都可以。把手合在一起以后，中间这个区域是微微的凹进去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火炉，因为我们2个火口已经对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跟着我去做啊，一定要跟上。那么我们把手去旋转，我们静静的感受一下火炉当中温度的变化。这么一来一回，我们为1次，一共做4下啊，这个已经第3下了啊。来，所有家人朋友们跟上，慢慢的做。第4下把它做完，4下做完以后，我们把手放空，放空了以后不用去管它，静静的保持5到10秒钟。这个时候呢会分为2类人，一类人呢他会感觉到转的时候温度挺热的，但是手一停下来，温度就没有了，这叫什么？这就是火苗小的一种表现。火苗啊，一定要越大越好，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人无火则灭。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们去转的时候，也有一类人，就是转完停下来以后，他这个火炉里面的温度啊非常的高啊，这类人就是自身火苗就比较大。然后我们无论大小，再来第2次，第2次我们转2下啊，来这么2下为1轮。来2下转完以后，第1轮转完，我们手放在我们的胸口保持住
好，然后保持个5秒钟以后再来一轮。我们一般3轮以后就见分晓，什么意思？一定要看一下转完以后火炉当中的温度。比如说我这2轮已经转完了，火炉当中的温度是高是低，是稳定住了还是一直在往外流失，这个都是让你去感受的。然后我们再来第3轮，第3轮一般是一个分水岭啊，我们就这样来第3轮做完。所有的朋友们，这一轮做完以后，如果说你感觉到火炉里面的温度已经稳定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手静静的放在一起就行，整个身体放松，你就不需要跟着我念了。你把手放在这里以后，保持40秒到1分钟，1分钟以后自己转完2下就行，再保持40秒钟。那么如果第3轮转完以后还是没有感觉到火上来，那么我们再来2下啊。在第4轮之后的每一轮，只要你感觉到火炉里面的温度稳定了，那么我们就把手静静的放好就行，不需要再接着转了，因为这是一个引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有很多人会发现发热、出汗，额头、后背、脚底出汗，手里面全是水。这个水是什么？一会儿给你来说啊。这是咱们的第5轮，咱们一定要静静的感受一下火炉里面的温度，只要稳定了你就别转了，保持40-50秒钟以后自己转2下，再保持30秒钟啊。来第6轮。这个如果说你每一轮做完，火炉里面的温度都稳不住，那么我们就接着做，一共是做上8轮，每转2下都叫做添柴加火，柴火添得多，火炉里面的温度就跟得上。好，这是第6轮，然后我们来第7轮。很多朋友会问啊，老师这个动作是做什么用的？你记好，火苗只要上来了，我们这些冷的、这些潮的、这些水就怎么样，不能在我们体内过多逗留，它会以一种形式，就是你身上出来的这种黏糊糊的东西出来，一会儿你的额头上面、后背上面、手心里面都会有。好，来第8轮，我们这8轮做完，所有的朋友们，8轮做完，如果手上还没有温度，那么我们的手就这么静静的放住1分钟到1分半钟，直到我们的温度稳定。今天我们的引导就完成了。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会发热，就会出汗。你别看你坐在这儿什么都没动，但是它就会出汗和发热。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有的朋友们可能已经通过这个动作感觉到了，但是你手别分开，一定要做满时间。我把这个手分开，给你们讲点东西啊。所有的朋友们，你看好，手分开以后，初次去做，手上会有水，这个水过一会儿会黏黏糊糊的，这个叫做浊。什么叫做浊？浊的意思就是浑浊，它是带着冷的，带着我们的小湿小寒一起出来的。头上面也会有浊，这种是油乎乎的黏黏的这种样的感觉。有的朋友做完以后，后背、脚底都会出汗，这就是一种好的表现。咱们这个动作每天去练，刚开始的时候叫入门，就是你需要引导每天去转。但是你随着每天去做的加强，逐渐的手心当中的火苗大了以后，手只要这么一合，就会有这种发热的感觉。每天做上3分钟到5分钟，期间你也不用转，身上自然而然就热起来了。现在天气逐渐冷了，秋天了，冬天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方法学会。到了冬天以后，你出门手套也不用戴。很多朋友冬天不敢下水的，把这个方法念一念，手正常下水，还有更多的好处，你自己念着琢磨琢磨就知道了。我在这里呢也不方便多说，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当你身体当中的水小水小湿小冷特别多的时候，这个动作一定要记得去练，因为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帮助是远远大于你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视频也好、直播也好，包括你们吃的也好，这个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去出发的，从里面往外让它走的。火苗只要上来了，这些水湿它是留不住的，通通都会往外走。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因为晚上总是睡不着觉而变得特别的烦恼？当一个人长期失眠以后不仅仅会变得特别的浮躁，我们的记忆力会下降，而且你的整个状态也会大幅度的下滑。有很多朋友都经历过
白天感觉到没有劲，晚上沾着枕头呢，他睡不着，脑子当中总是放些小电影，想着一些昨天的事、今天发生的内容，甚至想着明天还没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因为什么？其实说白了，在用道家的话来讲一个字，叫做你的神乱了。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人有三宝啊，这个三宝是哪些？叫做精气神。精气神代表着什么？所有家人朋友们，你一定要记好，神呢在这儿。气呢在这儿，精呢在下方。我们以前很多的人把精气神以为是一个地方，其实神它有神的宫在哪里？神的宫就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所谓的安神，包括我们整个人啊，想要快速的入眠，一定要让你的神稳定下来。怎么让它去稳定？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辅神。在道家来讲的话，非常厉害的一个功法，而且这个功法其实已经演变出，包括现在你能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一些我们能让我们快速入睡的方法，都是它演变而来，一点都不夸张。我给你说完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辅神？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小的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这个辅神的方法是每一个做妈妈的都必备的一个技能，是你天生就掌握的一个技能。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神想要它安静下来，无非是三个要素。哪三个要素？第一个叫做阴第二个叫做闻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鼻子闻这个味道。第三个叫做触所有的朋友们你记好，所有的想让你的神安稳下来，你一定离不开这三点要素。那么一个妈妈，我们假设有个小婴儿，他哭闹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是神相对不稳定的时候。那么他会用他的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唱唱歌哄孩子这叫声音这个闻是什么呢？闻就是气味代表着比如说它的独特的一种味道这叫闻。这叫触是什么呢？摸摸孩子的头。那么他的神一旦稳定下来，这三者只要集合起来，小孩子很快能睡着。所以呢，我们讲的辅神，无论你是在婴儿的时候，还是在长大了、成年了，甚至中老年的时候，你都离不开这三点要素。当我们的神不稳定了，我们怎么办？无非就是通过这三点介入进去。首先，咱们来讲一下音怎么去做。那么很多朋友会在网上搜一些音乐，适合入眠的，甚至你在环境当中也会播放一些柔和的音乐，这就是音音这里呢，咱们不多说，因为选择太广了。我们重点讲一下闻和触。闻是什么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闻香而静，闻心而精。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的整个指挥官它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当我们闻着一些比较辛辣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它会让你的神怎么样？一下子窜上来，你整个人会变得特别的亢奋。打个比方来说，咱们有很多人昏昏欲睡，他拿风油精往这里闻一闻，涂一涂，一下子就能感觉得到，整个人一下子就提上来了。这叫闻心而精。闻香则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我们说心神不宁的时候，你如果处于一个花海当中，或者你家里面养着一些植物，你静静的去闻着这个花香，整个人就会安静下来，这叫做闻香而静。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用闻法，我们准备4样东西，这也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大家可以记一下叫做合欢花、薰衣草、夜交藤、檀香。因为这4样它是属于这种闻的方法，所以我们不需要太精确的比例，就按1:1的把它磨碎，装到我们像这个小香囊的袋子里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放在枕头上面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床头挂着也可以。这个香囊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个成品，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橱窗当中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住，闻的话是闻这个味道，所以呢，这4个方法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配，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下触是什么呢？触这里要重点讲一下。我们所谓的触一定要是直接能接触到神功。什么意思呢？神功在哪里？你记住，就在百会。百会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独特的方法就能让你触到它，从而让你安静下来。这个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掌心的劳宫这个位置，手掌中间
对准着我们头顶的百会。百会怎么去找？把我们的2个耳朵尖向中间延伸，中间的这个点一般来说就是百会。拿你的手掌中间对着我们的百会，手往下压，压上去以后不要用力，就这么放着就行啊。你甚至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轻轻的一些小小的摩擦。其实我感觉摩擦的话都是多此一举。我们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试过这个方法，他怎么去做？正着的时候就直接这么躺着放在头上，然后侧着睡的时候，比如你侧着睡，你就把手这么去放，只要让我们的劳宫对上百会，一会儿整个人就会安静下来，因为这就是叫做抚神，它是一个触发。原理也很简单，在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我们都被人拍过脑袋啊，特别是你想一下，躺在母亲的怀里，他们拍着你脑袋，很多小孩子哭闹着怎么样就安静下来了。所以呢，这个东西是一直记在我们里面的。当我们把手放在上面的时候，就会把里面藏着的把它给调动出来，所以你会很容易进入到一种安静的状态。很多人说，老师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做？其实咱们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把手自然放着，刚开始你会有一些不习惯，但是你只要坚持一会儿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就慢慢的安静下来了。然后有的朋友说放多久？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动作就是放上去就行，你不需要放多久。有很多人是放上去以后，不知不觉当中就睡着了。其实睡眠它应该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如果它一旦变成了非常痛苦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当我们把这3点只要集合起来，你会发现再难稳定的神，这个神哪怕是再活跃，你都能让它怎么样安静下来。3点合一，一个方法不行，你就再加一个。这个方法再不行，2个方法不行，你再加一个，只要3点把它合成一起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很多人可以先尝试这种因为这种非常简单。如果不行的话，这2者去尝试，最后这3个一起尝试。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所有家人朋友们，这是道家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抚神功。希望咱们每个朋友学会以后，能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帮助。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呢，也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感觉老师讲的好，可以帮我的视频点上一个赞，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这么好的内容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